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2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43，收盘价是143.8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6.50，最低价是在141.1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58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8 倍量缩。KD 值，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十字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横盘中。那这样的一根十字线啊，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也就是说，在后续啊，股价会有向上或者说是回档的可能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啊，在1月24日出现这根休息的 K 线啊。并且呢，成交量呈现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的量缩，但是从总的成交量来看呢，它的成交量是并不是很小，所以呢，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啊，有可能会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继续上行。那我们要小心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的长绿 K 线。或者说呢，至少会有冲高的一个出现，也就是会有更高的股价的出现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52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股价在当日是不可以低于143的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在144。对，实际在1月24日收盘价是在143.89，出现了横盘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横盘的收盘价与实际的收盘价相接近，并且呢，在当日的，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走势与当日股价在盘中的走势啊，也基本相符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，说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啊，后面会孕育着可能一个更大的一个涨幅，对，或者至少会有冲高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后续股价上行的目标，我们说是161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161呢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它是自12月16日以来，一直到12月27日这个合并之后的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。也就是说，目前股价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吃掉自12月16日以来的下跌，对，也就是收复这个下跌。那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目标呢？我们把图缩小。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是198.92，它是12月1日当日 K 线的最高。我们继续把图缩小来看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会看到
这个198为什么是第二个目标呢？它正好也是在200关口附近。对，那么我们说目前来看，这是自12月1日一直到12月27日，这是一个连续多日下跌的一个K 线。对，所以股价当站上了161之后，接下来它的总的目标就是198，也就是200关口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要完成这2个目标，目前的阻力位在什么地方？那么我们会接着来讨论这个150这根水平线。150我们说正好是自12月1日到1月6日，也就是200关口一直到股价的最低。对，那么如果合并之后，这是一个长长的下跌的 K 线，那150正好是这根 K 线50%的成本线。那50%成本线对于一根K 线来说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那对于我们目前的股价来说，它不仅是一个强压力，而且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。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能够突破150呢，我们说股价会继续向上。对，也就是为继续向上会打好一个基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强压力。如果说不能够站上这个150呢，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回档，甚至是会出现下行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在目前来看，股价要完成161和200关口这2个目标呢，目前的一个关键点位就是在150附近，我们要关注它能否后续近1-2个交易日能否站上，也就是收盘价能否站上150。对，那我们也会看到50日均线值啊，现在也到了150附近，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说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跌破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对于1月25日来说是在139到140之间。对，这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说啊，跌破5均啊，实际上会出现深度的回档。如果不跌破5均呢，那么股价有可能会继续沿着5均值继续向上。所以我们说，对于今天开始我们说5日均线值将成为股价反转向下的第一个目标。对，好，那么如果跌破5日均线值，接下来的目标对于1月25日来说，我们说下方是，或者说是今后几个交易日是下方的124，124是1月19日的最低。我们说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回档之后的有上涨，所以股价跌破5均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24。那对于1月25日来说，正好20均线值啊和这条线重合。对，所以说这是我们说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当然在到达这个第二个目标之前呢，会有一个强支撑，这个强支撑就是10日均线值。那对于1月25日来说，10日均线值是在133附近。那我们会看到133呢，正好是当日 K 线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的交点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说10日均线值啊，将成为后续股价要跌破124之前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延续。如果说跌破了124呢，后续
那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15，也就是1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当然，再向下的目标就是前低101，对，跌破它而出现特斯拉股价的就是近期以来的新低。好，这是下方的3个目标。那对于我们再来说，对于1月25日啊，我们要关注2个点，一个是139，我们把目前的这个红颜色线调整到139，这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对，我们要看股价是否会继续在5日均线沿5日均线值继续上行。对，这是我们关注它的目的。那上方我们依然要关注150，也就是我们关注股价能否突破这个关键支撑。那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啊，如果股价出现一个突破150啊，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那会生成一个1星2阳的一个3线组合。1星2阳的3线组合啊，这是股价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或者说是在后续至少有新高的出现。对，它是一个上涨的 K 线组合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对1月25日我们上方关注150，下方我们关注139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层面。对，那我们曾经在1月17日，也就是这根 K 线在131，它的收盘价131附近是一个技术上的进场点建仓，那么守停损是守在115。然后呢，我们在1月23日这个收盘价143这个地方有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加仓的。对，那在这个地方加仓呢，我们会看到对于1月24日来说呢是休息 K 线，那对于1月25日我们说有建仓有加仓，那目前对于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建仓呢，我们说守停损可以守20均线值，也就是守124。如果是停利呢，就是可以守139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守5日均线值。那在这里我们说守停损和守停利呢，是指股价的收盘价。说在盘中如果跌破了5日均线值是不作数的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即可以停利离场。然后如果收盘价跌破了124呢，是要守停损，就是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提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2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50。其实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啊，我们说146啊，也是压力位。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压力位定义为一个压力区间，是从146一直到150。当然还有上方的5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52。我们也可以把第一个压力区间定义为146到152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对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压力是压力的点位是比较多的，是比较宽的。好，那在上方第二个压力就是161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出一个压力位呢，是我们给出177，177我们说是12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对，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的支撑呢，我们说首先到来的是5日均线值，是139到140之间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132
到133，我们再加上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是在134，所以第二个支撑区间是在132到134之间。好，第三个支撑就是124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月19日的最低正好在124重合。那下方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，第四个支撑呢就是115，是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，但是它是有条件的。那如果出现强势的上涨，它必须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4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55，收盘会收在154附近。对，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必须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3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也就是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会认为股价会继续沿5日均线值出现上涨，也就是小幅上涨。那如果是小幅上涨，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有可能会回踩到141，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49，收盘会收在148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